大家好，我叫 Jason，我正在参加这个加一挑战 Add One Challenge，这是我第30天视频，我要给你们讲一讲关于学习语言的方法，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那我决定了讲一讲关于一名专家叫 Steve Kaufman， 他是加拿大人，他有7个原则关于学习语言的方法。我不要说太多，所以我选择几个他的原则，我要解释一下。那第一个是他会经常提到这个另一个专家叫 Stephen Krashen，Stephen Krashen 的意思是输入 input，他觉得有意义的输入是最重要的，然后有意义的输入是什么？我觉得他的意思是你需要找到对你来说哪一个话题是有意思的，可能你对运动感兴趣，那找到关于运动的内容，学习对运动的单词，当然你也需要学习一点点语法，但是语法不是一个重点。他觉得有意义的输入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另一个想法是感情。他说你需要做东西是喜爱的东西，是对你来说喜爱的东西，这个可以很大，可以帮助你很大，对，在你的动机方面，在动机方面给你很大的帮助。而且如果你感觉到一些压力，一些强迫学习东西，你不要学习的东西，就不学习的。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大脑如果不喜欢学习什么，就不会学习什么，所以你应该尽量避免这种现象，然后如果你学习对你来说有意思的单词，有意思的话题，还有听很多，看很多书，听很多话，说话，你会经常遇到一样的单词在不一样的上下文，在不一样的上下文，你也可以遇到一样的语法，然后你的大脑会自己发现，会自己注意这个单词，这些单词，这些语法，你学习的语法，所以所有的事，因为他的想法是因为
我们现在有很多知识，以前没有的知识，我们了解我们的大脑是怎么学习语言的，是需要常常的刺激，也需要也是我们需要安排我们的学习时间，按照他们的需要，按照大脑的需要，大脑需要常常的刺激，也需要你也需要给他很多很多有意义的输入，而且如果是对你来说有意思的东西，那他可以他可以记住，最后是动因 motivation， 你的动因你肯定会遇到问题，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你肯定会遇到问题，你肯定会几次失去动机 lose your motivation， 失去动机，可能你也会感觉到沮丧 frustrated， 但是如果你可以你还可以记得你的动因，你为什么要学习这个语言，你可以集中精力到你的进步，你可以感觉到，你可以发现现在我可以表达这些想法，我以前不可以，但是现在我可以。如果你可以集中精力到这个进步，到这个过程，你不要太多想到你的缺点，然后你可以保持一个积极的态度，positive attitude。所以所有的是我要说动因，然后动机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你有一个好好的，如果你知道你的动因，你有动机，然后你可以找到有意思的有意义的内容，可以用输入，可以当输入，给你的大脑很多很多有意义的输入。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对学习语言是，你可以想到演员 actors 演员，学习语言学习外语也是学习国外的文化 foreign culture， 学习国外的文化会挑战你的想法，可以改变你自己。很多我的学生我觉得会抵触这个改变，他们的心理上会抵触，他们不愿意改变自己。但是想一想到演员，他们已经知道每一个人原来是很多不一样的人在一起，每个人都有多面性，每次他们演出，他们需要在自己里面找到另一个性格，另一个态度，但是这不是骗人，这些态度，这些性格
都是他们，都是我们自己。你可以想到，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出去玩，和你跟你的父母出去吃饭，你有一点你不是一样的人，你的行为是不一样的，你的说法是不一样的，可能是跟你的父母，可能是更礼貌，更 polite respectful 那样。这不是骗人，你也是礼貌，你也是好玩，但是看我们跟谁我们可以表达不一样的方面，我们的性格。然后我的建议是松手，探险新的文化，通过这个可以找到你自己在新的文化里面是谁。我还可以建议你可以模仿那个新的可以模仿那个外语的声音，脸可以夸大 exaggerate 那些声音，好像一个演员当演员。最后我要说喜欢挑战，我建议你喜欢挑战，放手探险新的文化，通过这个过程你可能发现一部分你自己，你可以跟你自己更熟。谢谢你听我的话，希望你们都愉快的学习外语了，谢谢，再见。